老人在土里挖到一个宝贝，擦干泥土后才发现是尊观音神像。老人连忙念叨着大慈大悲。一旁的儿子看见后，认为母亲太过迷信，要是菩萨真的灵验，那他们的房子又怎会坍塌呢？而母亲却并没有理会儿子，而是将菩萨安放在一旁，然后对着神像虔诚地拜了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刻能够安然无恙，全是因为菩萨的庇佑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村里突然下起了百年难遇的大暴雨，许多的房屋都坍塌了，而无助的老人只能待在自家窑洞，拜求观音菩萨能让雨赶快停下。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一句大吉大利，菩萨都会保佑你心想事成的好运连连。而老人的儿子和媳妇此刻正在田地里，原本想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，如今庄稼全被暴雨给毁了，顿时就让男人崩溃不已。而此时的他们却忘记了家中的老母无人照顾，等到夫妻俩赶回家时，发现窑洞早已坍塌，以为母亲也被压在了底下，开始拼了命的挖泥土。就在这时，邻居跑来告诉他们说，他们的母亲早就被镇上的干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儿媳听见后连忙跪下，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佑。而此时暴雨越下越大，很多村民不忍丢下牲口和财产离开，镇上的干部宝山只能挨家挨户的劝导。早在暴雨来之前，他就已经将很多村民转移了。宝山心系着村里的村民，但却忘记了自己的家。宝山的房屋也已经坍塌，妻子秀秀被压在了泥土下，好在邻居们及时发现，将她救了出来。可是两人的小女儿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当众人找到女孩时，发现她早已没了呼吸。而此时宝山才姗姗来迟，看着女儿冰冷的尸体，他感到无比的愧疚。可这时广播却再次响起，让宝山立刻赶回镇政府。宝山只好收起悲伤的情绪，冒着大雨跑回了镇上。而镇领导看见他后就是一顿批评，表示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你居然一个人跑回家里，全然不顾群众的安危。领导气得要立即撤他的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宝山的妻子突然赶来，埋怨宝山对女儿不管不顾，现在女儿没了，他也不想活了。此时电话铃声响起，各个村主任来电汇报伤亡情况，并表示多亏了宝山及时通知各村，这才最大程度避免了人员的伤亡。领导在得知这一切后感到十分的羞愧，他这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宝山。失去女儿的宝山此刻再也忍不住的掩面大哭。很快暴雨终于停了，虽然很多人没了家园，但是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家园。